噬洞。每当血月出现之时，恶魔血月的力量吸引，聚集在天空所引起的浩劫。漩涡吞噬所到之处，房子被倒挂在天空，人类落到脚下，被称为颠倒的世界，或者叫恶魔的参盘。想要结束这一切，就要把恶魔都杀死。天空都是幻觉，看脚下，到处都是陷阱，到处都是尸体。恶魔会吸食驱魔者的能力，通常下场会更惨。我们的成员怎么会这样？他们已经是不可了。其他人呢？你有没有看见梅菲尔德？他为了救我受了重伤，可是还是到更深处救人了。其他人带着幸存者先出去，我带着最后的人去清理噬洞的分支。是。跟紧我。您没关系吗？恶魔越来越少，噬洞就会越来越浅，我们很快就会从这里出去，和与其他人会合。快跑！噬洞里藏着这么厉害的恶魔。这张脸！别看他，梅菲尔德！别看他！别看他！我爱你。我没有其他喜欢的人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和我永远在一起吧。好。是会窥探人心的恶魔，塔洛马迪。梅菲尔德，梅菲尔德，看着我，别睡！才不是厌倦了呢，和你在一起最开心了。我对你是认真的。你以为顶着他的脸就不会死吗？我睡着了。对不起。本来也不是工作时间，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吧？是啊，居然还打算连夜工作呢，没那个能力瞎逞什么呢？我们从噬洞出来，梅菲尔德受了很重的伤，差点就死了。1个月了，被塔洛马迪刺穿的地方还没有愈合迹象，全身骨头断裂，他的灵魂也成了破碎的残片，只能靠治愈术勉强维持着。这样下去，迟早会死。会有办法的。我这些天连夜翻遍了资料库古籍的记载，治愈之神艾斯玛海斯的羽毛。既然他的身体承受不住，那就借助载体，存放他一半的灵魂和所有的记忆。我来看你了，梅菲尔德。如果这次能熬过去，你的外貌会倒退几年，并且永远无法长大。彻底忘记过去，新的记忆无法长久保存。快乐的事，痛苦的事，过不了几年又会彻底忘记。大家的时间都过去了，而你还停在那里。你可能一直会这样下去，直到死去，也无法拥有一个完整的灵魂。擅自替你做了决定，没想到我是这样自私的人。如果这次你真的能醒来，哪怕你不再回头看我，我也会一直守护你。打扰了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请进。你好，我叫尼尔，是新来的实习生。等等，那个小鬼，不是，尼尔就是梅菲尔德。发色留给了那团羽毛，样貌又年轻了几岁，完全不记得我。不过，至少他活下来了，让他留在我身边，至少我能看着他。就算是怪我也好。他有了好转的迹象，我本该很开心。可是我有了别的担心。当初我们并没有杀死塔罗马迪。塔洛马迪，
传说中能直接窥视人心的恶魔，加入到恶魔的混战之中，他对红月的力量不感兴趣吧？难道有别的目的？在噬洞出现，也许只是他操纵人类的初步尝试而已。我担心他在寻找在外界也能像在噬洞中那么轻易控制人类的方法。你们很清楚，我的能力可以感知恶魔的靠近，尤其是交过手的。塔洛马蒂回来了。今天说的事，请记得保密，让他好好睡觉。我就先回去了。喂，你睡了吗？怎么？哎呀，最后还不是要和我睡？什么？你只是想问中间发生了什么？没意思。那你干嘛露出那种表情？听事情听到一半睡着这种事，当然会让人很不好意思。要有求人的态度吧。这样。是啊，纠缠不清的那种。队长和我们说这些，是让我们多多留意尼尔，毕竟他出任务有无法顾及到的时候。但我还有更担心的，如果他的目标是你呢？我不会这么快吧？我不是带着你给的项链吗？这就不是之前那些无名小卒能够比的。说不定他早就盘算着这么抓住你，然后吃掉。最近我可得看好你。你在吓唬小孩吗？我自己会看着办的。放开我，我要出去。给我看看，这么短时间能有什么变化？这些印记生长的时候会痛吗？什么？没听清就算了。的确会疼。你……嘘，隔壁还有人睡觉，你不想把他吵醒吧？那位四舍五入也算未成年，被他知道了，你还算正义的黑鱼吗？睡得真沉，看来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啊。真难得，我们在同一张床上醒来的这种情况可不太多。这算什么事？一觉睡到中午。中午？尼尔呢？喂，今天早上你还睡着的时候，我把尼尔送回了队长家。本来他要回他自己宿舍，绕几个圈圈骗人，就跟着回去了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最近外墙翻新了。感觉不像。昨天晚上他好像出去过，是早上送尼尔的时候吗？好了，当时迷迷糊糊的，给你饭，没能爬起来，都是这家伙害的，甚至都不知道昨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看桌上。什么？不知道。早上回来放在门口的漂流瓶，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如果你非要在我喂完猫之前看的时候，最好戴上手套。什么？看起来像垃圾小广告。你什么时候凑过来的？奇怪，他会用橙花和百合味的香水吗？有点熟悉，闻起来像是教堂的味道。去哪儿？我去总部报道就回来，你就不用跟着我了。这纸条我先带走了。别到处乱跑，运动过度，肉质会很鲜美哦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爸爸。被恶魔寄生之后，他逐渐不再与我说话，他在躲着我。对不起，我3个月后会来看你。我想他是因为不想再次体会失去至亲的痛苦，选择了远离我。这个方法很有效，以至于直到他死去，我想回忆他的时候，他的面貌都变得模糊不清了。我不需要任何多余的情感。或许是知道黑泽尔的接近令有所动，我反而不再排斥。那些印记生长的时候会痛吗？那段话在脑海里反复回响。为什么？它是我通向死亡的变数。身体果然不如从前了，只是这样，
就会喘不过气，竟然忘了这张纸条。夹层戴着手套的缘故，这么久才发现。没事吧，副队？没想到您在练习室啊！我正好有问题请教你，今天或明天……抱歉，撞到了你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从黑羽调取了查验结果，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和信封里的是同一种物质。更像是一个圈套。就算是显而易见的圈套，我也想找到一些线索。如果那里有发信人，他一定会知道什么。哼，我的确也想杀了那个恶魔，但是眼下的情况，我不同意。不管什么情况，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。你不去，我也一定会去。这明显不是普通的恶魔做的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对自己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？不然呢？反复查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了点消息。这种情况，我会安心的待在家里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客气？你以为我不敢把你锁起来？你还不如现在就杀了我。还是你担心你看好的心脏被别人中途抢走？你不就是冲着我的心脏来的吗？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为了心脏。既然如此，你自己都不在意，我干嘛在意一个猎物想什么？你，他失控了，快醒过来！你好好待着。无论如何，我要从这里出去。我盖布利埃尔，别吃它，那个不是食物。你能把这些扯掉？这里这么漂亮。我走了，这里几乎是无人区。深夜还等在这里的木船，大概就是和这次的邀请有关。欢迎客人。木偶，木偶会说话，怎么做到的？邀请函，这是要我把那个瓶子塞进去才肯走的意思吗？城堡位于一个小岛之上，四周都是河，难怪要坐船。木偶一直看向城堡的方向，不仅会划船，还会唱歌，谁做出来的？应该就这些人了吧？怎么还没人出来接待？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，做个自我介绍。我是博尔特子爵，虽然不住在卢米埃斯，但在卢米埃斯有几个马场。四舍五入，也算是那个人的够不着边的亲戚。一定会欢呼的。我想他干什么？这是我的熟人了，大法官塔尔伯特。认识您是我的荣幸，向各位问好。眼前的这些人怎么都不像是一个金币能引来的角色。尊敬的子爵大人，那边是奎尼女士。我就不过多的自我介绍了，你一样的女人会更吸引人，不是吗？你呢？我怎么不知道圣亚丽丝要请人什么时候出现？嘉文，我是一名教授助理。伯爵大人。哦，你可以为我做单独辅导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的时间表已经安排满了。你呢，小姑娘？你看起来只有15、16岁，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其实我是城堡主人的女儿。怎么都这副表情？你是扎卡莱亚的女儿？你不是？难怪有点眼熟，
是你把我们叫来的？不是我，事实上我的脑袋受到撞击，只有幼年模糊的记忆。前不久有人从乡下找到我，说可以帮我联系我父亲的熟人，帮我回想一下过去的事。我并不认识这个什么扎卡莱亚，那个帮你写信的人是谁？他人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他带我来到这里之后就走了。求求你们告诉我，过去关于这城堡发生的事情，我的父母和妹妹情况如何？其实我觉得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告诉他们，他有知道的权利。我来说吧。该死的！说完我还赶着回去，还以为真有什么城堡派对呢。我认识你的父亲，也就是扎卡莱亚伯爵，是在一个酒会上，他很慷慨地请所有人喝了古董酒。那时你的父母刚在一起，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幸福的一家4口。不过一场意外改变了这一切。他在一次围猎活动中意外瘫痪，他变得喜怒无常，也不再出门了。你的母亲受不了他的脾气，带着小女儿和他的情夫私奔了。被丢下的扎卡莱亚伯爵失魂落魄，渐渐的他赶走了所有的仆人，沉浸于制造木偶陪着他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人们发现了他留在墙上看不懂的血书，他自杀了，他的另一个女儿也不知所踪。城堡开始接连不断的发生诡异的事，没有人敢住在这里，城堡空置了下来。再后来嘛，你出现在这里，告诉我们你失忆了。因为没有记忆了，听起来像是别人的故事。唉，事情说完了，我要回去。这地方到处都是木偶，看着怪瘆人的，还有那个端菜的人偶站在那里，我更倒胃口了。这么晚了，要不先住一晚？你说的是，这可真像恐怖故事的开头。想要找出寄信人，还是要多问问这个小女孩寄信人的特征。现在太嘈杂，等这些人走了再问。我要走了。可是外面这么大的雨，谁也别想拦着我啊！除非门口出现什么雨夜屠夫。开玩笑的。他怎么来了？别想走了，那个破船刚才被风雨吹到礁石上散架了。他没有邀请函，那个木偶怎么肯带他来这里的？邀请函没有，变成碎片的人偶倒是有一个。两位认识？不认识，只不过小小年纪，要注重餐桌礼仪。我是奎尼，我该如何称呼您呢？黑斯廷斯。我说，既然不能回去，我们把这几个木偶随便找个屋子关起来吧，在这里看着太吓人了。好啊。这东西好沉，这玩意儿里面都是铁的吗？这里好像是个仓库。这么大个房间，全都是……眼睛被划掉了，还被泼了什么液体？不过还是能看出来，这些木偶都是卡扎莱亚伯爵的模样。至于这位伯爵夫人，好像有点眼熟。真是吓死人了，黑斯廷斯先生，今晚……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吓我一跳！怎么外面还有这么多个？算了，睡觉的时候关好门就行了。阿贝说今晚很困了，明天再聊。那就只能暂时留在这里。这个房间好大，是曾经的主卧之一吧？床角为什么会有断掉的铁链？房顶还有画像，是女主人吗？画得这么生动，仿佛置身于场景之中。我好像看过这个。他曾经是卢米埃斯，一个著名的专唱情歌的歌唱家，在事业顶峰的时候突然隐退了。你发什么疯？啊！我真的发疯！你还有力气跑到这里来？你以为留个字条就能溜之大吉了？所以你专程跑过来，就是要和我打架的。我知道你不怕这个，你那个满不在乎的态度。就算我把你杀了，住手！你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你明白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你唯一在乎的，就是那些该死的正义感和羞耻心了。就像我预期的那样，他们都来了。是啊，可是你的计划里包括那个大麻烦吗？就是他上次把你打得落荒而逃的吗？哼，那只是一时疏忽。说起来，你的走狗不也是被打得很惨吗？
恶魔和人类混合的实验也不大成功啊。你当初在噬洞吞噬了那么多能力，那就让我来见识见识你那些操控人类的把戏。塔洛马迪，这次可是有趣的试探。把我人生搅得一团乱，还在这里指责我，那你又能好到哪儿去？这个世界上有公爵大人在乎的东西吗？切，整个圣亚里斯就没见过你这么倔的人。我不想又看到你在金史兰德那个半死不活的样子。这不是迟早的事吗？嘿，嘉文先生，我是博尔特子爵，我房间的浴缸坏了啊，能借你的吗？我已经睡了，抱歉。在这个鬼地方我没心情，等我们回去再慢慢算账。难道我还要谢？我们不是正在吵架吗？还有，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你能挣脱这个？那是你的猫干的，你又不喂，它当然会乱吃东西。你把别人家窗户都砸坏了，又不是赔不起。他要是想要，我赔他个新的城堡都行。还不是你一上来就开始打架？难道我要谢谢你这次没扯坏衣服？你身上都是那个小鬼的花香味儿。你不也满身香水味吗？不想和你说话。黑廷斯先生，您睡了吗？他在敲你房间的门，快去开啊！收留我一晚吗？人家一个人真的好害怕。这地方很诡异，我怀疑这地方被恶魔下了什么咒语，又或者踏入及签订的契约之类的。我也感觉到了。然后你就直接进来了？那不然呢？我本来就是想追查汉德的事。当初那个区域本来就是有黑羽看守的，他们能绕过去，自然是很厉害。我还抱着他的灵魂还存在的一丝幻想，我梦到过他，又把花束放到门前。我希望那是真的。该死的，为什么要露出那副表情？这个屋子里的女主人，我好像在卢米埃斯见过她。她过去在洛洛花园剧院工作，你听过她唱歌吗？没有，那就类似于老年活动中心吧。你怎么会去听过？这不是重点。来的时候坐船的路上，那个木偶也唱了一首歌，他给你唱了吗？没有。所以那个木偶对你唱什么呢？一首情歌。这很正常。那个什么伯爵的妻子死了，他制造一个会唱歌的人偶来纪念他。天花板也有他的画像，这不是恨不得睡觉的时候也看着他们？话是这么说，他们那么恩爱，那幅画像里他看起来瘦骨嶙峋的，身体的朝外，那不是抗拒的表现吗？去哪儿？我想再去看看那个木偶，顺便在这个城堡看看，然后明早去找阿贝。怎么了？好像眼花了一下。我记得所有人都在同一层吧？也不像是木偶笨重的移动声，这边好像也有声音。下水口被什么堵住了？我来。头发，只有一个人的发量了吧？没人。怎么回事啊？谁敲的门？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个房间？难怪会拒绝我的邀请呢。那个窗户明明锁上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反复打开。我的天花板也响个不停，像轮子滚来滚去。我的浴缸一直在往出溢水，真是太吵。阿贝的声音。噗，没有啊，早就睡着了。没事，打扰你了。真麻烦，因为他是最后来的，还得带上他。那个划船的木偶大概在这边。真忙，果然还是应该把人带回去。在那边。真奇怪，按理说早就该被水冲走了。难道说？我试试。解禁，难怪飘不出去。看来有什么人想把我困在这里。这个结界可不是什么低级恶魔可以创造的。这下麻烦大了，把我骗过来，你可得对我负责。贾兰大人，我本来就没打算走，你才是大麻烦。扶着我。干什么？你的感知能力就这么随便乱用吗？木偶里面真的有灵魂的存在，我感受到窒息和重量，还有模糊的男人的影子。进了水音质都变差了，这东西做工方面没考虑防水吗？它好像冒烟了。
这首歌的歌词，他唱歌时脸也一直朝着那个方向。最后一句是什么？假如真有人看到我和他躺在一起。还真是躺在一起，看穿着就是画像上那2位吧？不是说和情夫跑了吗？女主人胳膊上还缠着铁链。虽然雨水冲刷了不少味道，但是腐烂的味道太难以掩盖了。这里大概还有别的吧？你还真是狗鼻子。男的女的成对的摆放，看起来像是某种仪式。谁把他们埋在这里？我让他把人都埋在那里，为我献祭那些痛苦死去的灵魂。我都不用动一根手指，我们的目标很快就会发现这里的异常，那时候才是我们该出场的时候。恶毒到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。那不是奎妮女士房间的窗户吗？喂，你就不能跑慢点？什么都没有，刚才明明看到有人往下跳。我要上去看看。等等，想想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？都在眼前了，那也不能放任不管。你又……无所谓，反正毁的也不止一个门了。窗户这里什么痕迹都没有，奎妮女士人呢？被半空中的漩涡吞掉了。谁在这里搞出来的传送阵？跳下去不就能找到他了？船到哪儿都不知道，就随便往下跳。你难道是横冲直撞的兔子吗？这是我的职责，不然我来这里是度假的。我可没有你那高贵的身子。松手！你要是敢从这里跳下去，从今以后我就在路上倒立着走路，丢脸的可不止一个人。那有什么？反正你整天也都是拿鼻孔看人，还光着身子在房间走来走去，总比你这个说话声调没起伏的冰块脸强100倍吧。是阿贝的房间。怎么回事？救！今晚第2次了，我好不容易睡着。什么？那个小女孩死了？你们几个谁干的？子爵大人，您来了。我，黑羽的加兰诺伊斯，现在情况紧急，需要你们几位的配合。开玩笑，就算是黑羽又怎么样？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我才不会大半夜的被当成犯人一样审讯呢。烦死了！快说快说，说完我还要睡觉。我和塔尔伯特法官、卡扎莱亚伯爵，我们3个曾经关系不错，经常一起喝酒。他对朋友的确是个大方的人。当初我们心血来潮，共同去花园剧院听歌，卡扎莱亚伯爵对歌唱家佐伊一见钟情了。我要得到他。他当时就去后台找他，我们听到后台的叫喊声，只当他是在欲拒还迎。后来他们果然结婚了，伯爵还给他买下一座岛。后来我去做客的时候见过他，他过得并不好，他把妻子的头发剪掉，还囚禁起来。天花板的那幅妻子的画像，是为了他们在床上的时候让妻子回忆起过去。我们才意识到他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。他根本不是外界传言的那样大度的绅士，我其实是他的情妇。他暴力易怒，我经常被打得全身是伤。他的女儿也严重营养不良，会偷偷问我讨食。我下定决心从这里逃跑的时候，被一个枯瘦的女人抓住了脚踝。当时我很害怕，没有理会就逃走了。自从他的情妇跑了，他就经常来我的马场散心，结果他在我的马场摔下了马，下半身瘫痪。尽管医生说是他自身的问题，可他还是恨上了我。法官偏向了我这边，所以我们都成了卡扎雷亚伯爵的仇人。因为在他手上的把柄太多，我收到信后还是被迫来看看情况。你是怎么来到这个房间的？说到这个，不！再次醒来的时候，看到一堆发着光的头发在缠绕着阿贝。该死的女人，杀了我！你永远也别想离开！贝朵发出了男人的声音，跟卡扎拉亚伯爵的很像。你们来了后，他就消失在了天花板一角。眼珠浑浊，后脑的伤也开始腐败长蛆，背后已经长出尸斑，怎么看都是已经死了很久的人。黄色的眼珠。今晚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明明是蓝色的，是卡扎莱亚伯爵借用了他女儿的身体和我们对话。真正的阿贝早就死了，所以那幅画像上面的眼睛都被划掉了，是不想被人发现眼睛变色吧？然后随着操纵者的离开，尸体开始迅速腐败。
可是我们都没有察觉到异样，难道又是和恶魔签订协议的寄生体吗？那不就和那个已经埋地里死透的黄毛眼镜一样？你是说保尔森吧？如果奎尼说的是真的，卡扎莱亚伯爵为了健康的身体，不惜与恶魔签下契约，结果在今晚动手之前，被一个更厉害的恶灵吞了。有东西在外面。抓到了。等等，先别杀他，我感觉不到他的恶意。你的同情心非要用在一团头发上吗？他好像怕你，走开一点。我说副队长大人，你不会是夹带私人恩怨吧？你好像对自己的形象没有清晰的认知啊。又直接摸上去了。你是佐伊？啊，又是这样。没错，我是佐伊。请你告诉我一切的缘由。他对我所做的，我的尊严被践踏，身体被侵害，甚至我的骨肉也要遭受这一切。我们的求助无人理会，我早就是一具尸骸了。在河边划船唱歌的木偶是你吗？那是他的诅咒，让我活在城堡的边界，永远不能离开，直到你破坏了它。谢谢。我这么说，也是你杀死了附在阿贝身上的伯爵佐伊。我在他动手之前结束了这一切，我的痛苦也随之结束了。现在的我只有2个未了的心愿。就这么答应帮他了？他想我们把他的尸骨和伯爵分开，带回他的家乡。二是去城堡的暗道，破坏伯爵与恶魔的仪式，让所有惨死的亡灵得到安息。仪式也许和这里的结界有关系，倒也不算白跑一趟。不过你这么好心，什么时候满足我的愿望？小心，是之前的那种漩涡，怎么到处都是？这么暗的地方几乎看不到。你扔下的那个瓶子也让我在意，我没在那个屋子里看到它。我也没看到，这说明它会传到不同的地方。这里很危险，我们还是要尽早离开这里。就是这里吗？的确是用于和恶魔交换的符文，不过现在还是原貌，仪式需要血液启动。那我来。用不着，这里还有某人导致的现成的血。这都是被献祭的人的名字。隐藏的秘密就是这些，破坏掉这里，结界也许会一起消失。轻而易举。结束了，我们走吧。加兰，又来一次。我等你好久了，加兰诺伊斯。每次闻的时候，阿斯莫德的味道都他是冲着我来的。难道是那家伙认错了人？让我确认一下，你身上带这种东西，1个2个的，都是这副德行。用的人类身体，这里比不上市洞。那些木偶可以派上用场，也会变成一个由我操纵的傀儡。是洞，傀儡，你是塔洛马迪。劝你关心下眼前的事，你的能力可以感受枉死的灵魂的痛苦。恰好这些木偶每个都存放着一个亡灵。不管了，劝你别这么做。说不定不但找不到人，还会让自己迷路。我们又见面了。又？哦，真是无情。是怎么对我的？不记得了吗？少废话，快把我的人还回来！哼，别生气啊。寂寞的话，我怎么样？论相貌美味，可不比那个不解风情的人差吧？丑死了，真让人倒胃口。我？你眼瞎了吗？真是不会怜惜人，幸亏有这些影子挡着。不过，我在他们身上稍稍施加了一些小诅咒，猜猜这些影子受到的伤害会转移到谁身上？夏兰，我会一直拿影子拦着你，
还要向我出手吗？差点就要按不住了。别这么快晕呐！